我开发了一款恐怖游戏《疯人院里的鬼》。第一个内测玩家在游戏里被吊死，现实里他就在出租屋上吊自杀。第二个内测的玩家因为操作失误被 NPC 砍头，现实里他遭遇车祸失手分离。我的游戏还没有正式上线，就因为诅咒爆火，而我的投资人也是我的亲哥哥，他劝我继续做，现在热度正高，这是天大的商机。警察找上了我，他们怀疑我利用游戏进行精神控制，而直到我哥死在游戏发布会的当天，死法竟然和游戏中的 BOSS 一样。警察在我的电脑里找到了我杀害我哥的全部代码，证据确凿，百口莫辩，我因此含冤而死。重生之后，我选择在游戏项目启动的当天格式化所有的硬盘，但我哥却把刀架在我脖子上。他说如果我不做的话，现在我就会变成游戏里的第一个死者。刀锋贴着我的颈动脉，我知道只要我哥的手再往下压1寸，我就会成为自己游戏里的第一个死者。我的脑中快速思考着如何应对当下的场景，但是我哥只是轻声地跟我说，游戏如果你不做，我也会找别人做，结局不会有任何的改变，你不帮我，可能我会做得更过分。木鱼，你最好给我一个解释。我看着电脑屏幕上滚动的格式化进度条，知道100%数据清空。哥，游戏有问题，我们不做了。我看到我哥的眼神变得有些疯狂，上一世我就是被他这副模样欺骗了。我哥以投资人的身份鼓励我将疯人院里的鬼开发下去，他说这是跨时代的杰作，他会为我挡下所有的舆论攻击，甚至在我被警察带走时还坚定地拍了拍我的肩膀，说他相信我。结果他却死在了发布会上，死状与游戏里最终的 BOSS 如出一辙，而我却成为了杀人凶手，争夺家产的白眼狼。直到我死的那天，我都没有想明白，那些指向我的代码究竟是如何出现在我电脑里的。直到我重生在项目启动的这一天，我看到我哥眼里的疯狂，我终于明白了，这一切都是我哥哥设计的，他根本就没有死。发布会上的那场假死，不过是他金蝉脱壳的完美计谋。这一世，我终于明白，我只是我哥计划里最重要也是最愚蠢的棋子。在我哥的眼里，这个项目无论如何都不能停，就算我不做，他也会想办法找其他人做。我哥拍了拍我的肩膀，木鱼，你知道这个项目值多少钱吗？你知道我为了他押上多少的身家吗？如果不是当初你说你想做游戏，我也不会投这么多的钱。哥，收手吧，我知道你为什么要我开发这款游戏。之前死掉的2个内测玩家，他们都是你的竞争对手。我盯着我哥的眼睛，试图从里面找到一丝愧疚，但是并没有。所以商场如战场，如果我不动手，难道我要恭恭敬敬地请他们吃饭吗？我哥拍了拍我的脸，弟弟，你只管做你的艺术家，把游戏做好，其他的事情你不需要管，我自会处理。当然了，如果你不做也行。我哥话锋一转，拿起手中的刀指向了我的心脏。我们家不养废物，如果你死了，我会找人接收你的代码，顺便帮你照顾好爸妈。我们的父母在他嘴里成了筹码，前世我就是这样被他逼着走进了深渊。这一世，虽然我重生了，但我依旧没得选。好，我做。我哥的脸上终于露出了满意的笑容，他把刀收了起来，仿佛刚才什么都没有发生过。这才是我从小到大都听话的好弟弟。我坐在电脑前，看着空白的硬盘，重新建了一个文件夹，名字依旧是疯人院里的鬼，只是这一次不同的是，在游戏最底层的构架里，我加入了一串新的代码。弟弟，从今天开始，你就不需要出去了，这里会有人专门负责你的生活起居。我哥给了我最好的团队，最顶尖的设备，还有一个女助理，她叫小袁，以后由她负责你的生活起居和对外联络，其他的你不需要管，只需要专心写代码就可以了。沐风把一个穿着白色连衣裙的女孩推到了我的面前，女孩叫做小袁，长发及腰，眉眼干净，眼里透露着一丝纯真。她朝我伸出手，声音温软。沐雨哥，你好，请多指教。我看着她，心里一阵抽痛。前世就是她在我众叛亲离的时候，只有她每天都来探望我，给我带饭，温柔地鼓励我。我一度认为小袁就是照进我生命里的那一束光，可最后也是小袁亲手将一份伪造的精神鉴定报告交给了警方，坐实了我的罪名。他在法庭上说，我因为长期的工作压力，精神早已失常，对我的亲哥哥产生了嫉妒，因为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所以设计代码杀害了我的哥哥。我看着眼前的小袁与上一世法庭上的女孩身影渐渐重合，我伸出手，轻轻握了一下她的指尖。你好，小袁。沐风哥说你最近压力大，我给你带了一些安神的草药。小袁从包里拿出了一个精致的盒子，跟上一世的一模一样。我接过了盒子，放在桌子上，打开了新的项目文件夹。好了，可以开始工作了。小袁乖巧的点点头，在我身边坐下，安静的整理文件，
不多说一句话。我知道他是我哥派来监视我的，他之所以不说话，是因为要看我到底在做些什么。但我知道小袁看不懂游戏代码，于是我一边写着我游戏的主程序代码，一边分出了一部分精力，在每一条指令里都埋下了一串不一样的东西。被我夹在代码中间的东西，就是连接着我私人服务器的隐蔽通道。沐风跟小袁的每一次点击，每一次指令都将被我记录在案。这串代码只有我有权限可以更改，其他人恐怕无法找到这串隐藏的代码字幕。1个月后，疯人院里的鬼的第一个内测版本完成了。沐风亲自挑选了10名内测玩家，名单送到我手上时，我正在调试游戏里的第一个场景——恐怖箱法则。名单上的第一个名字，我认识，李伟，这是李氏集团的太子爷。李氏集团则是沐风现在在东城项目上最大的竞争对手。我哥点了点李伟的名字，这个人胆子很大，在平台上直播恐怖游戏，可以第一个体验。我没说话，只是顺从的点了点头。小袁在一旁为我和沐风倒了一杯咖啡。沐风哥，沐雨哥这次游戏场景比上次更真实了，我不过是无意间瞟了一眼，觉得浑身发冷。是吗？你觉得什么样的死法才是最可怕的呢？小袁愣了几秒，好像没有想到为什么我会突然问出这个问题。他思考了几秒，然后笑着说：“应该是眼睁睁的看着自己血液流干，又无可奈何的样子。”小袁的笑容很甜美，但说出来的话让人不寒而栗。沐风赞赏地看了他一眼。我敲下了最后一行，代码将恐怖箱规则的最终 BOSS 死亡惩罚设定为十字架定型。沐风很满意，他站起身：“小袁，你来操作，你负责把内测账号发给李伟。滴滴游戏正式开始了。”我看着电脑屏幕上那个叫做谁比我胆大的玩家 ID 进入了游戏。李伟，还有一个名号，国服第一恐怖游戏大神，他的名号吸引了无数的粉丝。老铁们，听说这款疯人院里的鬼号称史上最恐怖的游戏，今天我就来会会它。很快，李伟进入了恐怖箱法则，他轻车熟路地解开了几个谜题，来到了恐怖箱中央的教堂。按照设定，最终 BOSS 会在这里出现，但是教堂里空无一人，只留下了一张血色的字条，上面写着：“你的罪我已知晓，去前面的十字架下忏悔你的罪恶。”李伟轻蔑的一笑，就在他靠近十字架的一瞬间，黑色藤蔓从地面钻出，将他的游戏角色死死捆住，吊在了十字架上。而游戏画面从这时起也变成了第一人称视角。直播间里的观众只看到几根巨大的钉子对准了李伟的手掌。我操，这是什么情况？李伟疯狂地敲打键盘，试图挣脱，但是没有任何用处。而钉子也穿透了李伟的手掌。李伟惨叫一声，直播间的观众都惊呆了。这游戏效果怎么做得如此逼真？李哥的演技真是炸裂！不对，我感觉李哥不是在演。游戏里几根钉子依次落下，李伟的惨叫声一声比一声凄厉。游戏的直播间画面也黑了下来，弹幕炸开了锅。而在我的办公室里，小袁摘下耳机，脸色有些发白。他颤抖地说：“沐风哥结束了。”沐风满意的点点头，做得很好。他看向我，像是在炫耀他的作品。弟弟看到了吗？这就是艺术。我并没有理他，因为在我眼里，这是一条活生生的生命消失。我知道这个时候，我的私人服务器里会清晰地记录着另一组数据。李氏集团太子爷李伟深夜猝死家中，死者当时正在进行一款名为《疯人院里的鬼》的恐怖游戏，法医初步鉴定为过度惊吓导致心源性猝死。一时间，我的游戏被推上了风口浪尖，无数记者都在公司楼下长枪短炮对着每一个进出的人。我哥给我放了假，让我待在家里，不要出门。外面的事我来处理，你安心写你的代码就可以了。我知道他所谓的处理不过是花钱压下热搜，再找几个水军带节奏，把一切死亡的原因归结为游戏的巧合和玩家心理素质过于太差。上一世他就是这么做的，而上一世的我就傻傻的听他的话，待在家里，愧疚和自责充满了我的脑海。我甚至已经怀疑自己做的游戏真的有诅咒。沐风前脚刚走，我后脚又准备出门，2名警察在我家的门口拦住了我。我认出了其中一位，陈岩，市局刑侦队的队长。上一世我们有些许交集。沐雨先生是吗？我们是市局刑侦队的，我叫陈岩，有些情况想跟你了解一下。当然可以。请问李伟内测这款游戏是你独立开发的吗？是的。据我们所知，游戏中的死亡方式和李伟的现实死亡存在某种惊人的巧合，你如何解释？
陈警官，我只是一个写代码的人，玩家怎么玩，现实的身体怎么样，不是我能控制的。是吗？但是我们得到一些消息，你们穆氏集团跟李氏集团有商业竞争关系，这才是他们怀疑我的真正原因，也是所谓的动机。我哥有，我没有，我只是一个普通的技术人员，并不懂得什么商业竞争。陈岩盯着我看了很久，似乎想从我的表情里找出一些破绽，但是我的眼睛里什么都没有。我们会继续调查的。这段时间，请你不要离开本市，随时配合我们的工作。一定。我看着警察们离开，转身走进了电梯。电梯门合上的瞬间，我从电梯的镜面里看到了一个身影，从楼梯间走了出来。小袁手里拿着手机，屏幕还亮着，看到我便把手机屏锁了起来。他刚刚似乎是在给谁发信息。我回到家，反锁了房门，第一件事就是检查我的房间。果然在书架顶上一个放了很久的不起眼的盆栽里，我看到了一个微型摄像头，正对着我的电脑。我冷笑一声，将盆栽换了个方向。沐风还真是无时无刻不在监视我，这样也好，省得我再跟他过多的虚与委蛇。我打开电脑，点开了木马程序。这个木马程序是我提前安装在电脑里的。通过这个程序，我可以看到同一网络下所有人的操作记录。我看到小袁的 ID 亮了起来，他正在给沐风发信息。他被警察盘问了，很冷静，什么都没说。回到家之后，摄像头就被换了方向。意料之中，他从最开始就不信任我们。你看紧点，别让他有机会接触外界。第二批内测名单会按原计划进行。还有，为了防止意外发生以后，沐浴出门的时候一定要过安检。好的。我看着屏幕上的对话，眼神一点点变了。回想到第二批内测名单，上一世第二批内测名单，10个人死了3个。第一个是我们的远房叔叔，他一直想联合外人从穆氏集团分一杯羹。第二个是穆氏集团这么多年一直都解决不掉的生意上的对手，而第三个不过是曾经追求过沐风青梅竹马的富二代。沐风想借我的刀帮他清掉所有的障碍，真是好谋划。我打开疯人院里的鬼的后台代码，既然你们想玩，我就陪你玩的再大一点。我写下了一段新的代码，一段能将游戏内的死亡回放发送给指定 IP 地址的代码，而那个地址正是市局刑侦队长陈岩的办公电脑。仅仅依靠陈岩并不够，并不足够，还有一个人。我拿起手机发送了一条短信，我的目的不仅仅是让沐风和小袁被法律制裁，我的内心更想拯救这些人，不能让他们死于沐风这个杀人魔头的手里，而我也不想成为沐风的刽子手。至于如何保下这些人的性命，我心中自有安排。第二期内测如期开始，第一个目标远方叔叔木山。沐风给他安排的死法是在一个叫做恶鬼道的副本，玩家会被困在一个密闭空间里，没有食物，最终因为互相吞噬而死，这是一个极其残忍的心理折磨。而木山已经是一个年过半百的老头了，平时养尊处优，怎么可能受得了这种折磨？游戏开始不到半个小时就已经崩溃了。我看到画面里他操作的角色已经开始疯狂地啃食自己的手臂，游戏角色动作通过感官放大设备真实地反馈到了他自己的身上，最终木山咬断了自己的舌头，失血过多而死。在我的后台记录里依旧记录着一组数据。顾山的死状极其凄惨，让我都有些不忍看了，但是我能感受到沐风的兴奋。第二个目标是穆家一直以来的死对头林氏集团的董事长林晴。沐风为他安排的死法是在一个名为禁狱的场景里，会有无数个镜中人出来攻击他。禁狱的迷宫没有出口，玩家只能在里面不停的逃窜，在不停的被禁狱中的自己追杀。林晴的年纪也并不小，不出一会儿，在感官放大设备的影响下，他就精神崩溃，分不清现实和虚幻，跳楼身亡了。第三个目标就是曾经追求过沐风初恋的富二代刘村，他死在了温柔乡里，被他最迷恋的女 NPC 用丝带勒断了脖子，在感官放大设备的影响下，他吊死在了屋中，3天3条人命。疯人院彻底成了死亡游戏的代名词，而网络上铺天盖地的全部都是对穆氏集团的声讨和咒骂，公司股价一落千丈，但沐风却异常兴奋。弟弟，你看到了吗？这就是恐惧的力量。他在我的办公室里像个疯子一样，所有人都怕我们，所有人都得给我们让路。我根本不想与沐风说话，只是默默地看着我的服务器后台3份完整的死亡回放，带着后台的操作记录和感官放大设备的使用数据，以及沐风和小袁的 IP 地址，被我悄无声息地发到了陈岩的电脑里。陈警官不知道这次的证据够了吗？我等了2天，陈岩那边没有任何动静，他好像根本没有收到过我发过去的邮件。因为上一次跟陈岩有接触，多少我还是对他有些了解的。以他的性格，看到这些证据不会这么平静，只能说他根本没有看到，或者有人拦截了我的邮件。我心里顿感不妙，我试着再次登录我的私人服务器，却发现访问被拒绝了，最高权限被人修改了。我瞬间出了一身火，究竟是谁？沐风根本不懂技术，而小袁他一直表现得像一个文职助理，事情一定不会这么简单。沐风跟小袁的背后一定还有高人。我冷静下来，开始排查我电脑里的文件。终于，我在一个角落的文件夹里找到了一个被伪装成系统软件的文件。
那是一个黑客入侵程序，软件记录了我所有的键盘操作，并将数据实时发送到了一个境外的加密邮件。破解邮箱地址之后，我看到的收件人的名字小袁，他竟然伪装成了一个文职秘书。我一直以为他并不懂代码，但是没想到在我写下第一行代码的开始，我就活在他的监视之下。我所谓的秘密，从一开始就是一个笑话。我的背后升起了一丝凉意，跟我想象的完全不一样。我先是删除掉了木马程序，又切断了网络。我需要重新思考，小袁是沐风的人，或者说他不仅仅是沐风的人，他或许还有其他的目的。他潜伏在我们身边监视我，甚至还有可能引导我，让我一步步走进他设好的陷阱。他到底想要什么？源代码还是别的？门铃响了，我回过头看去，是小袁，他拎了一个保温桶，脸上带着虚伪的假笑。沐雨哥，我给你送了些饭，你都2天没好好吃饭了。我看到小袁无状似无意地看了一眼我的电脑。还在忙吗？沐风哥说发布会就在下周了，该抓紧时间了。差不多了，小袁，你为什么要这么做？小袁给我盛饭的手顿了一下。沐雨哥，你说什么呢？我只是个助理，听沐风哥安排做事而已。是吗？但那些死去的人，你半夜梦到他们的时候不会做噩梦吗？小袁放下汤勺后退了一步，和我拉开了距离。沐雨哥，你是不是压力太大了？我不懂你在说什么。不懂，每一次的感官放大设备都是你操作的，你很清楚，你每一次的案件都意味着一条人命的消失。既然我已经知晓了一切，小袁便不再伪装，眼神变得冰冷。你是怎么知道的？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他看着我，突然笑了。你比我想象的不只要聪明一点，但是没有任何用处。邮件是我拦截的，但是又能怎么样？你还有别的证据吗？还是你觉得警察会相信你的话？他走到我面前，踮起脚，在我耳边轻声说：“别白费力气了，做你的傀儡就好了。在发布会上演好最后一场戏，不然我不保证你爸妈不会出什么意外。”说完，他又转身离开了我的办公室，留下了我和桌子上那碗渐渐冷却的饭。小袁的威胁久久回旋在我的脑海，我不能再坐以待毙。既然邮件被拦截了，但以我对陈岩的了解，他对这一连串的死亡事件不可能毫无怀疑。我必须要跟他见一面，但是不能通过常规的方式。我的手机和电脑估计都已经处在了监视之下，于是我只能拿出手机。我拿出我仅剩的一条后路，给陈岩发送了一条短信：陈警官，我是沐雨，想跟你谈谈关于疯人院里的鬼的真相。明天早上7点，体育公园，我等你。我知道这是在冒险，我不知道陈岩会不会准时赴约，但我确实没有时间了。发布会就在下周，那是沐风和小袁给我准备的断头台，我必须在那之前找到一丝生机。短信发出去之后石沉大海，一整天我都没有收到任何回复，难道我赌错了吗？一夜无眠，直到第二天早上，我准备动身前往体育公园时，我的旧手机终于震动了一下，是陈岩的回复，他只给我发了一个好字。沐雨哥，为了保证你的人身安全，沐风哥特地交代了，如果你出门的话，可能要在你身上做个安检。我知道沐风跟小袁怕我将数据传递出去，既然我约了陈岩，定不会将证据放在自己的身上。小袁检查后没有任何异样，他便将我放了出去。我站在约定的空旷花园中，等待着陈岩7点整。我看到陈岩穿着便衣，表情严肃地走了过来。他扫视了一圈周围的环境，确认没有埋伏后，走了进来。你最好真的有重要的事。我有证据可以证明疯人院的玩家的死亡是谋杀。证据在哪？我现在还没有办法给你。如果你相信我的话，我可以把这个东西交给你。我凭什么相信你？就凭我是唯一的开发者，只有我能看到那些代码背后的秘密，也只有我才能够指认真正的凶手。陈警官，我知道你在查他们的死，和穆氏集团的利益有冲突，他们的死也太过巧合，你只是缺少一个能把所有线索串起来的证据。相信我，我能帮你找到证据。陈岩沉默了，他在评估我话里的真实性。我知道我必须再加一把火。凶手不止沐风一个，还有一个女人叫做小袁，她才是整个计划的核心执行者，甚至她背后还有更庞大更可怕的势力。我之前还给你发过邮件，但是被她拦截了，或许在警队里有她的内应。这句话让陈岩一怔，他的眼神瞬间变得锐利。你确定？我确定，不然邮件不会被拦截得如此干净。陈岩的表情越来越严肃，警队有内鬼，这是任何一个刑警队长都无法容忍的事情。这就意味着他所有的行动不可能在对方的监视之下，这也能解释为什么他一直对这起案件没有任何突破。陈岩看着我看了很久，最后他像是下定了什么决心。你需要我做什么？我需要你配合，帮我演一场戏。回到家里，我看着电脑，拿出手机联系了那几个人，他们有的人很着急，一直在问我到底什么时候可以得到结果。我只能劝他们先别急，因为我的证据还不能传递出去。一旦我跟陈岩的计划开始行动了，事情就一定会很快的结束。我想了想，又恢复了木马程序，在木马程序后植入了新的程序。这个程序可以让小袁看到的数据是我想让他看到的，而那层数据被我导入在了一个袖珍入盘里。
我看着手机上的时间，陷入了沉思。木雨，由于你的游戏已经导致了4个人的死亡，我们必须对你的电脑做程序上的检查。时间到了，陈岩如约来了，他给了我一个眼神，戏要演下去。我已经说过了，陈警官，他们的死亡都只是巧合，我只是做游戏的而已。请你配合我们的工作。说完，陈岩便带着警官走入了我的房间。他先是示意警官打开了我的电脑检查代码，当然这些代码并不会有任何的问题。作为一个警察，也完全看不懂这些代码，这并不是我们计划的主要。陈岩示意另外一个警官在房间里进行搜索，而他的手悄悄地放在我的桌子下面。检查了一圈之后，陈岩起身，没有发现什么异常，感谢你配合我们的工作，还是一样。如果有需要，我会随时传唤你。好的，陈警官，慢走。发布会当天，会场内外人山人海，全网的目光都聚焦在这里。这是死亡游戏《疯人院里的鬼》的正式上线发布会，也是沐风为我准备的盛大的谢幕演出。我穿着沐风为我挑选的衣服站在后台，小袁走了过来，帮我整理了领带。沐雨哥别紧张，一切都按计划进行。他的声音温柔的像是在情人耳边低语，但我知道温柔到刀刀致命。什么计划？你会在台上演示游戏最精彩的部分，然后沐风哥会作为特邀玩家亲自体验。进入游戏后，你会启动最终程序，到时候会发生什么，我想不用我多说。他顿了顿，心生着我脸上恰到好处的惊恐。你会成为杀死他的唯一的凶手，所有的证据都会指向你。你对哥哥的嫉妒让你丧失了理智，一个非常完美的杀人故事。你为什么？你和沐风到底为什么要这么做？这些还重要吗？并不重要。或许等到你执行死刑的前一天，我会选择告诉你。是你们觉得穆家的一切本来都该是我哥的，你们把我当成了一个工具，一个用来为我哥铺平道路最后被丢弃的肮脏的工具吗？我说过，你的确比我想的更聪明。好了，准备上台，我们的天才开发师。我深吸一口气，走上了舞台。聚光灯打在我的身上，照得我的眼睛有些睁不开。我眯了眯眼，看到了台下的沐风，他坐在第一排，含笑地看着我，满眼期待。我也看到了几个熟悉的身影，还有混在记者群里的陈岩。他朝我不易察觉地点了点头。而好戏这才正式开场。我按照小袁的剧本开始介绍疯人院里的鬼，我讲了他的构思，他的技术突破，甚至讲了他的艺术价值。我讲的天花乱坠，引经据典，仿佛这是一款跨界跨时代的杰作，并不是一个杀人工具。终于到了最关键的环节，接下来就是见证故事的最终章。接下来我将有请我们穆氏集团的总裁，也就是我的哥哥沐风先生，来亲自体验我们的游戏最终章疯人院。全场掌声雷动，沐风整理一下西装，意气风发地走上了舞台，给了我一个拥抱，在我耳边轻声说：“弟弟干得漂亮，你果然没有让我失望。”我看着他也笑了。哥，你也一定不会让我失望的，对吗？当然了，我们穆家的兄弟都很棒，不是吗？我看着沐风坐进了特制的电竞里，带上了感官连接设备，他冲着台下挥了挥手，引发了一个闪光灯的狂潮。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来吧。待沐风坐好之后，我便转身面对着主控电脑敲下了回车键。屏幕上游戏启动的一瞬间，全场都愣住了。这是怎么回事啊？是彩蛋吗？情景不对。沐风试图摘下头盔，却发现头盔已经被我锁死，无法下线。沐雨，你做了什么？我没有理他，我走到了舞台中央，拿起话筒。各位来宾，各位媒体朋友，欢迎来到疯人院里的鬼的真正的发布会。今天我们不发布游戏，我们审判罪恶。我话音刚落，主屏幕的画面一分为二，左边是游戏里的法庭，沐风的虚拟人物被无形的枷锁锁在了被告席上，右边则是内测玩家的死亡回放。我看着台下朝那几个熟悉的面孔点了点头，开口说道：“在最终审判开始之前，我需要请上几位受害者。”随着我的话音落下，李伟带着另外3个人走上了舞台，全场一片哗然。这不是之前在新闻里死亡的4位吗？为何会出现在这里？沐风看到他们4人出现在舞台上的时候，瞬间情绪失控。沐雨，你到底做了什么？还有你们4个为什么没有死？哥别着急，你总夸我是天才开发者，你忘了吗？就算你们提前监控了我的操作记录又怎样？你们的木马程序还是太年轻了。我抬头望向陈岩，陈岩默默地走了上来，将我的袖珍 U 盘递给了我。我把袖珍 U 盘插进了电脑里，于是一条条操作指令展示在屏幕上。那是小袁跟沐风杀人的操作指令。他们不知道的是，在感官放大设备数据到达40赫兹之后，玩家的游戏端就会自动的黑屏，但是操作员根本看不到。当我拿到内测名单之后，都会提前联系受害者。我告诉他们，如果想活命的话，就要正常进入内测游戏，然后假死。我会安排一个记者报道他们的死亡信息，而他们只需要隐藏到今天的发布会，就会安然无恙的活下去。
我看到了小袁的脸瞬间煞白，他想跑，但2个穿着便衣的警察已经不知何时站在他的身后，一段段血淋淋的证据被我公之于众，后台的操作记录，还有沐风和小袁的通话记录也都清清楚楚地展现在了全球直播的镜头前。这不是真的，是伪造的，是沐雨陷害我。沐风在疯狂的嘶吼，在如山的铁证面前显得那么无力，毕竟曾经他最想害死的4个人现在依旧站在他的面前。而游戏里的 NPC 法官缓缓站起，那是我的脸，他用一种没有感情的电子音开始宣读：被告人沐风涉嫌蓄意谋杀、商业犯罪、侵吞资产；被告人小袁涉嫌同谋执行杀人指令，妨碍司法公正。宣读完毕。 NPC 的声音落下，会场的大门也被猛地推开，陈岩带着一队荷枪实弹的特警冲了进来。沐风、小袁，你们被捕了。小袁被戴上了手铐，他看着我一脸怨毒和不解。为什么我的木马程序没有发现？你以为我真的会被同一个陷阱绊倒2次吗？你的木马确实很好用，但是我在你的木马程序里植入了新的木马程序，我想让你看到的，我都让你看到，但我不想让你看到的，你想都不要想。你记录我的数据，我同样也记录了你的。小袁的身体晃了一下，瘫倒在地，而游戏里沐风还在做最后的挣扎。放我出去！沐雨，你这个疯子，你敢这么对我，我做鬼都不会放过你。哥，这不就是你想要的吗？成为游戏里永恒的一部分，还有你精心期待的疯人院的鬼，我已经举报了，游戏会被永久封禁，服务器也会无限期关闭。你们的算盘这次真的打不响了。不过服务器关闭之后，你的账号并不会被登出，你会被永远困在里面，成为唯一的玩家，唯一的囚犯。别挣扎了，哥，你的大脑会慢慢被无尽的虚拟世界彻底撑爆，而你们幕后的人，我早晚有一天也会将他们绳之以法。沐风不甘地咆哮了一声，随后屏幕上的他眼神开始变得空洞。医疗人员冲上台摘下他的头盔，他的身体还在电竞椅上，但瞳孔已经扩散了。我不知道他多久能恢复，或许他真的变成了游戏里的一个 NPC， 一个永远无法醒来的植物人。发布会成了一场世纪审判，而穆氏集团的惊天丑闻瞬间引爆了全球网络。我私人服务器的原始数据早就交给了陈岩，这些数据不仅坐实了沐风跟小袁的罪行，还牵扯出了一个隐藏在幕后的犯罪网络。小袁只是他们伸过来的一只手，而他背后的人是想利用沐风的野心和疯人院里的鬼这个完美的工具，暗中清除异己，操控市场。顺着小袁这条线，陈岩和他的团队挖出了一个惊天大案，许多悬而未决的失踪案、意外死亡案或许都要有了答案。而我从杀人嫌犯变成了揭露真相的英雄，媒体想采访我，给我颁奖都被我拒绝了。我解散了游戏团队，将源代码彻底销毁。1个月后，陈岩来找我，他给我带了一沓厚厚的卷宗。案子结了，小袁全招了，他背后那个组织实力太大，而且常年在境外，我们还需要联合国际警方深入调查。辛苦了，是你辛苦了。如果不是你，我们可能永远无法触及到真相。不过，我一直有一个疑问。什么疑问？你说，你究竟是如何做到的？那些新闻究竟是怎么回事？你知道叶晨吗？你是说叶氏集团的千金？对，不过你可以叫她晨曦。晨曦，好熟悉的名字。4起死亡新闻的报道者。你们？我让他帮我做了假新闻。人们从来只关注新闻内容，不关注来源。我跟他唯一的联系方式，当初跟你联系也用的这个。你当时就那么相信我不是你哥的内鬼？孤注一掷，陈警官。不过我运气还挺不错的，不是吗？你接下来有什么打算？我知道他想问什么。以我的技术，无论去哪家公司都能获得最高的待遇，甚至国家的一些机密部门也向我抛出过橄榄枝，但我摇了摇头。我想休息一段时间。我看向窗外，小区的花园里有孩子在追逐嬉戏，有老人在悠闲散步，一片岁月静好。陈队，你看过疯人院的结局吗？结局不是没有结局吗？有的，在我的设计里，主角在经历了一切的背叛和杀戮后，最终放弃了复仇，选择回到最初，开了一家小小的花店。为什么？因为他发现创造美好的东西比毁灭罪恶更能让人感到平静和幸福。陈岩看着我若有所思，他走的时候没有再说什么，只是拍了拍我的肩膀。我知道他懂了。窗外的阳光正好，我起身走向花园。或许开一个花店真的是一个非常不错的主意。